藏色散人对这个消息倒是没有多大的反应，只是说了一句：“这感情好啊，那和兰家的小公子可不就是门当户对了吗？”魏长则说道：“确实是，兰家小公子可是一个顶级的 alpha。”藏色散人连忙掏出手机说道：“我要赶紧和兰夫人发一个信息，告诉她我儿子分化成了一个 omega， 这真的是门当户对了。”魏无羡被这个转变搞得有点懵，问道：“不是，等会儿，妈，您说什么呢？什么门当户对？”藏色散人笑着说道：“哎呀，忘了告诉你了，你和那个兰家的小儿子有婚约啊。这个是我和你爸从小就定下来的。”魏无羡真的是懵了，说道：“不是，那你们之前怎么没跟我提过呢？那我要是分化成了一个怎么办？”魏长则解释道：“无妨，你要是一个 alpha， 我和你妈就把这个婚约给退了，反正两家交好，没有多大事。”藏色散人点了点头，说道：“兰家的小公子就是一个 A， 长得帅气不说，成绩好不说，人家的 alpha 级别也是特别高的，我觉得很满意。”魏无羡这下算是明白了整个事情是怎么回事了，他坐在自己的行李箱上翘了个二郎腿，说道：“所以，我这是被塞了一个未婚夫。哎呦，这下可好了，自己刚刚分化成一个 omega， 这可倒好，直接就跟自己送来了一个 alpha， 还是自己的未婚夫。兰家的小公子。”魏无羡心想，自己的同桌不是也姓兰吗？这两家有什么关系呢？藏色散人道：“不过我们还是以你自己的自由和快乐为主，如果你不愿意这门婚事的话，我们照样可以退了，我和你爸不会做强迫你的事情。”魏无羡眨了一下自己的桃花眼，带着微微水光，笑着说道：“我也没说不同意啊，不过你得先告诉我，这兰家小公子叫什么呀？因为我同桌也姓兰，也是一个 alpha， 看看他们有什么关系。”魏长则道：“兰家的小公子名兰战，字忘机。”魏无羡再说一遍叫啥？魏无羡喉头动了一下，差点从自己的行李箱上面跌下去，说道：“不是吧？你说兰家小公子叫什么？兰战？”藏色散人道：“是的。”魏无羡扶着额头，这他妈是什么样的缘分？他应该怎么跟他爸妈解释，说他现在就和自己的未婚夫是同桌，还和自己的未婚夫是室友？这都什么事儿啊？他都感觉蓝湛快烦死他了。不过想到蓝忘机那一张白皙俊美的脸，魏无羡嘴角还是忍不住勾起了一个笑容。没关系，最起码自己的未婚夫这张脸还是可以看的。魏长则问道：“阿英，你和兰家的小公子见过吗？你们小时候见过，但是最起码现在有10几年没见了。”魏无羡轻声小声道：“这何止是见过，这是8辈子的缘分都砸在他头上了吧？”魏无羡星期一再回到学校的时候，还是觉得不太真实。他才15岁，他还有大把的青春值得让他挥洒。虽然是一个软弱的 omega， 但是他绝对不软弱。怎么他一回到家，他爸妈就告诉了他这么个消息，就是说他现在不单是一个 omega， 他还是个有主的，有未婚夫的，而且他现在就和他未婚夫在一个学校，一个教室，还是同桌，更别说他们还是一个宿舍的。这个缘分真的是太巧妙了些吧？这叫什么？这叫一回到家从天而降一个未婚夫，搞得他这2天都没敢给蓝湛发信息。本来人家蓝湛烦他就烦得不行的，现在好了，所以不能让蓝湛知道这个事，不然的话这婚肯定得退了，他才不要呢。虽然以后发生什么谁也不知道，但是最起码现在魏无羡可不想退婚。学校课程如此无聊，得逗一逗蓝湛才能解闷。想到这里，魏无羡不由得轻轻笑出了声。魏无羡想着赶快回到宿舍，他刚刚给蓝湛发了一个信息，说他已经到学校了，让他在宿舍等着自己，然后一起去吃饭。蓝忘机回了他一个魏无羡脚下的步子不由得加快了些。刚走到宿舍楼下面，忽然迎面跑上来一个人，应该是没有看路，硬生生地撞到了魏无羡的肩膀上。魏无羡嘶对一声，还没说什么，撞他的那个人反而骂了起来：“眼瞎，走路不看旁边有人没人。”魏无羡眼神冷了冷，开口道：“眼瞎的是你吧？是你撞到我身上的。”魏无羡隐约间好像闻到了一股臭臭的味道，有些像榴莲味，难闻的魏无羡眉头都皱起来了。这个人应该是一个 alpha， 不过这信息素的味道怎么这么难闻？那个人一听，忽然伸出手又推了魏无羡一下，
神情狂妄自大，说道：“你居然敢说我眼瞎？看你瘦瘦弱弱的，别是一个 Omega 吧？我可是一个 Alpha， 你可打不过我。”魏无羡实在的懒得和这个人理论了，说道：“有毛病吧？”说着，转身就想离开，谁知道身后那个人不饶人，拦在魏无羡的面前说道：“我可是温氏集团的人，我叫温潮，你敢对我说话？”说到最后，语气都带了些阴狠。魏无羡懒得和他说话，冷冷地说道：“给我让开，我管你是谁，信息素这么难闻不喷阻隔剂，还好意思出来？”温潮一听脸都红了，不过是气的，他是一个 alpha 没错，但是他的信息素味道却极其难闻，只要他放出一些信息素，四周对榴莲味就开始蔓延。榴莲的味道并不是所有人都喜欢的，但是温潮并不收敛，出门从来不喷信息素的阻隔剂。魏无羡冷哼道：“快点给我让开，别以为你是个 alpha 我就怕了你了。”温潮死死盯着魏无羡，忽然走上前去猛地抓住魏无羡的手腕。魏无羡一愣，只见温潮嘴角勾起一个得逞的笑：“你不过只是一个 Omega， 谁给你的胆子？不过看你还算长的可以的份上，我可以勉为其难地咬你一口。”魏无羡一听冷色更甚，脚下面一抬，狠狠地朝着温潮踹了过去。温潮没有想到这个 Omega 居然不怕，忽然小腹传来一阵剧痛，温潮一下子就松开了魏无羡的手腕。魏无羡淡声道：“谁告诉你我是一个 Omega？” 温潮一听，眼里闪过一丝讶异，但是小腹传来的疼痛倒是让他没法想别的事情。还没等温潮说什么，就听到魏无羡冷冷的声音传来：“就凭你，也不看看你自己长什么狗样子，还想咬你爷爷我？我是一个 Alpha， 是谁给你的胆子？还有 Omega 怎么了？我就算是 Omega 也照揍你不误，更何况我是一个 Alpha， 自己的信息素那么难闻还敢出来，谁给你的勇气？阎王老爷吗？那你怎么不赶快去地下面见他？还有，我管你是谁，小爷我怕你啊！一天天的不知道自己干什么吃的，快点滚吧！再让我见你一次，就不止踢你肚子这么简单了。刚刚撞我那一下道歉，我就不用你说了，谁让我这人宽宏大量呢？”说完又狠狠地踢了一脚温潮，然后魏无羡转身就走了，缓缓地朝着宿舍的方向走过去。而身后的温潮已经气得说不出话了。